1200公里，乌军无人机长途奔袭，成功摧毁俄军武器工厂。伊朗已经展开报复，多支背后有伊朗撑腰的武装组织对以色列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展开袭击。俄军再度失去先进无人机 A50的坠落，至今影响着俄空天军。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消息人士称，乌军派出数架远程重型无人机袭击俄军无人机组装工厂。这位消息人士表示，此次乌军袭击的目标是位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叶拉布加地区的一家无人机组装工厂，以及夏卡姆斯克的大型炼油厂。袭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1200多公里。乌军远程无人机在远距离飞行过程中躲过俄军多处防空系统，最终成功抵达设定的袭击地点。从无人机传回的图像来看，两处目标都被精准袭击，并在爆发之后引发大火。而在同一天，达达斯坦共和国新闻处也证实了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的工业设施，只不过是对外表示乌军袭击没有造成严重损坏，但造成了数人受伤。此次袭击的目标是俄罗斯一座组装无人机的生产基地。从2022年开始，俄罗斯在伊朗的许可下，开始在俄罗斯本土控厂生产伊朗沙赫德无人机。当时伊朗对外宣称，沙赫德无人机的价格为37.5万美元。最终，俄罗斯与伊朗达成一份授权生产总合同，价值17.5亿美元，包括技术、设备、每年6000架无人机以及软件方面的转让，授权期限为2年半。2023年8月，美国媒体也表示，俄罗斯正在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阿拉加布经济特区建立一条生产线，目标是在2024年夏天之前制造6000架无人机，后续还将根据需要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并计划改进伊朗无人机的制造技术。而此次乌军袭击的地点正是阿拉加布经济特区，显然这座无人机生产线就是乌军的主要目标。凭借技术低、价格便宜以及生产速度快的优势，伊朗这款无人机已经成为俄军打击乌克兰最常用的武器，每次都是饱和式攻击的模式，同时发射数架伊朗无人机对乌克兰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发动轰炸。面对这种情况，乌军一直计划着袭击行动，摧毁这些无人机组装工厂，但在战场早已吸取教训的俄罗斯选择将无人机组装工厂设立在远离前线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基本处于乌军远程武器的打击范围。但让俄罗斯没想到的是，乌军远程无人机已经可以长途奔袭1200公里，对俄罗斯工业设施进行打击。在4月2日上午，乌军出动3架无人机，对俄罗斯无人机工厂进行了精准打击。同时，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达达斯坦首次遭遇无人机袭击。从去年开始，乌克兰就加大了无人机的研发、制造以及使用，并逐渐将其作为战场主要打击手段，同时还展开了对俄本土的大量袭击。另外，乌克兰还制定了2024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4月1日，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拥有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无人机制造能力。同时，费多罗夫还透露，目前乌克兰境内有10几家公司参与无人机的生产与开发，预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乌克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原型无人机将亮相。下面我们将目光放在中东地区。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大使馆之后，外界猜测伊朗会不会展开报复，同时还猜测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由于4月1日一架自杀式无人机从伊拉克境内起飞，在经过叙利亚、约旦上空之后，成功抵达以色列海军萨尔6型护卫舰附近，然后发生了爆炸。以色列公开对外表示，这架无人机就是瞄准以色列护卫舰发射的，并且认为这架无人机是伊朗制造的，背后一定是伊朗指挥的。在此之后，以色列展开了对伊朗的袭击，直接出动 F-35I 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发动空袭，中东局势瞬间引爆。在遭到袭击之后，伊朗也对外表示，将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做出坚决的回应，采取必要措施来应对以色列此次空袭。外界猜测，未来48小时内将是关键时期，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领土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尤其是以色列的军事目标。不仅如此，
那些有着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包括分布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也门的亲伊武装组织，对以色列撂下狠话，将在中东地区对其展开报复行动。4月3日，什叶派民兵利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北部的海法机场发动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另外一支重要力量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弹袭击，至少对加利利定居点发射了6枚火箭弹，导致以色列北部多座城市拉响警报。其实，在以色列空袭伊朗大使馆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就有很多民兵组织对以色列采取了行动，并且还袭击了以色列塔尔诺夫空军基地。要知道，以色列空军基地一直都是以色列防御的重点，各种防空力量都非常强大，而这个特尔诺夫空军基地更是停放了大量 F-15战斗机。一旦这些先进战机受损，或者发生飞行员伤亡的情况，那么以色列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不仅是以色列军事基地遭到袭击，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同样遭到了袭击。根据媒体报道，美军位于叙利亚、伊拉克以及约旦边境三角地区的阿尔坦夫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拉克民兵组织的袭击。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很明显，伊拉克民兵组织就是为了报复，同样将美军列入了目标。目前，以色列空军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的 GPS 信号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以色列、黎巴嫩、约旦以及叙利亚部分地区存在严重的 GPS 干扰。根据媒体报道，北约和以色列是此次干扰行动的主导者，干扰范围覆盖了中东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目的是减低伊朗使用 GPS 进行报复打击的成功率。下面我们将目光放在黑海，俄军在这里损失了一架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美军拦截胡塞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4月3日当天，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与无人机对美军军舰发动袭击，均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根据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当时美军军舰格雷夫利号驱逐舰正在红海海域进行巡逻，遭到了胡塞武装1枚反舰导弹与2架无人机的袭击，但所幸都被拦截，现场并无人员与舰船的损失。在同一时间，美军还摧毁了胡塞武装的一套地对空导弹系统。捷克训练乌军飞行员。当地时间4月4日，捷克国防部长亚纳·切尔诺霍娃访问了位于帕尔杜比采的国营航空培训中心时表示，捷克正在为乌军飞行员提供训练。在美国的支持下，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承诺为乌克兰提供45架 F-16战机，并为乌克兰培训飞行员与相应的后勤维护人员。有消息，这2天有多家媒体报道一条消息，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利亚叶夫拉什对外宣称，乌军在黑海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军无人机，据说是价值700万美元的前哨无人机，也有可能是该系列最新型号的前哨 RU， 是俄军目前装备的最先进无人机。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公开了俄空天军装备的前哨 RU 察打一体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执行夜间任务的画面。受限于产能，前哨 UR 无人机在战场上露面的次数并不多，仅仅在2022年9月时候出动过。当时乌军发动了哈尔科夫反攻性能，俄罗斯军方宣称前哨 RU 无人机可以携带 KAB-20 精准制导炸弹，能够打击乌军指挥所与观测所，同时还能为地面部队提供侦察与火力支持。俄军装备的这款无人机其实是在以色列搜索者2基础上研发的。早在2009年，俄罗斯就花费1200万美元从以色列购买了2架搜索者2无人机来进行研究，并在2010年签署价值3亿美元的合同，由以色列转让技术并提供条件，然后在喀山直升机公司组装生产。在2012年，位于叶卡捷琳娜堡的乌拉尔民用航空公司就推出了类似于搜索者2无人机的前哨，包括指挥控制系统与无人机。2019年，俄罗斯又在前哨的基础上发展出前哨 RU 无人机。根据俄罗斯公开的数据，前哨 RU 是一款小型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456公斤，最大时速216公里，采用的航电设备与探测设备都是俄罗斯自己研发的，可以携带2枚 KBA-20 精准制导炸弹。不过，外界并不清楚前哨 RU 的具体性能。但从战场来说，这款无人机的综合性能可能低于乌克兰装备的 TB2 无人机。此外，前哨 RU 在推出之前就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俄军仅装备了10余架，妥善率也比较低。这也是为何俄军会选择装备伊朗研发的无人机来增强侦察能力的主要原因。此外，关于乌军击落前哨无人机这件事，乌克兰方面并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表示是在黑海上空击落的。所以外界分析，这架无人机可能是由于俄军接连损失 A50 之后，被派往黑海地区进行补忙的，目的是保护克里米亚的俄军基地设施。然而就这样，被寄予厚望的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遇滑铁卢。从侧面来看，在接连失去 A50 之后，非常害怕预警机再次被击落，毕竟剩下的每一架对于俄军来说都是宝贝。另外也说明了俄军确实存在着预警机不足的问题，因为在苏联时期就对预警机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依赖地面雷达系统进行指挥与探索。虽然后面在1276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A50 预警机，但由于机体方面的限制，再加上安装雷达之后 A50 预警机的飞行性能大幅度下降，甚至有时候为了保证飞行的安全，不得不减少携带燃油的数量，导致 A50 无法长时间滞空探测。即便是在满燃料的情况下， A50 预警机也只能在目标空域活跃4个小时左右。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俄罗斯长期军费紧张， A50 预警机几乎失去了继续发展下去的全部动力。而在这个阶段中，俄罗斯恰好错过了相控阵雷达的普及。虽然在俄罗斯经济得到恢复之后，意识到了预警机在现代空战中的作用，但这个时候俄罗斯不仅缺少大型相控阵雷达的研发生产技术，还缺少将相控阵雷达与大型运输机结合方面的经验。虽然在2008年俄罗斯开始对 A50U 进行现代化改进，但并没有过多涉及雷达，只是换装了新型的航电系统。至于预警机最应该升级的雷达系统，依旧采用了技术老旧的机械扫描与多普勒雷达，只能说这次改进完全没有作用。如果说苏联时期刚列装的 A50 尚能与美军 E2 打一下，那么如今的 A50U 整体实力最多相当于80年代的 E3A 预警机。霍立军也只能这样说，苏联早期对预警机的不重视，再加上苏联刚解体时经济低迷的俄罗斯，共同为现在的空天军挖了一个大坑。如果这个大坑没有办法去弥补的话，俄罗斯空天军未来的发展之路也将蒙上一层阴影。下面我们将目光放在英国无人机项目上。显示，首批 F-16战机将在今年夏季之前交付乌军，首批飞行员已经完成训练。朝鲜试射高超音速导弹。4月3日，朝鲜媒体对外表示，朝鲜军方于2日从朝鲜内陆地区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采用固定推进剂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导弹，飞行了约1000公里，同时还进行了导弹的机动飞行，然后落在了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水域。韩国与日本均探测到了这枚导弹。这枚导弹被命名为火星炮 16B， 韩国将其描述为核战争遏制力的关键部分。近年来，朝鲜一直致力于开发更多采用固体推进器的武器，与液体推进器武器相比，这些武器更容易隐藏与移动，发射速度也更快哦。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守望者无人机编队在恶劣条件下难以执行飞行任务，尽管每架无人机耗资500万英镑，但至今还未装备任何一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这类无人机经过大量改装，英国军方需要增加的额外系统数量接近2000个，这就使得无人机重量急速上升，甚至有议员表示，整个无人机项目就是一场灾难。目前已经有8架守望者无人机报废，损失达到了4000万英镑。英国这款无人机是基于以色列竞技神450型无人机打造，曾在各种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英国前陆军少将克里斯·林肯琼斯在多年以前曾对竞技神无人机进行过研究分析，在对其效能进行分析以后，开始进行仿制，从而诞生英国国防部最大的无人机项目，耗资14亿英镑，其中54架无人机是为英国陆军采购的。琼斯曾表示，竞技神450型无人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8000英尺，可以连续对目标进行17个小时的监控，同时还能配备各类弹药进行精准打击。在外形上，守望者与竞技神450型无人机有些类似，但守望者采用了先进的传感器，包括改进的雷达系统。此外，还配备了翼下挂载点，可以容纳外部油箱、吊舱以及轻型武器。
例如轻型多用途制导滑翔弹药等。守望者无人机遵循北约斯坦那个4671适航标准，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守望者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其完全自主的任务控制系统，可以对所有操作进行独立控制。然而，事实证明，经过大幅改进之后的英国版本并没有那么成功，甚至还有几架无人机由于太重而坠机。除此之外，在行动中，守望者无人机还受制于某些特定条件。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在对国防采购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守望者无人机项目比计划推迟了多年之后入役，但受到了265个用户与1910个额外系统需求的困扰。因此，英国议员表示，项目的重大失败涵盖了英国国防部采购中的所有问题，因为这款无人机从项目开始时就已经规格过高，在项目推迟数年之后，以至于无人机开始过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关于乌军首次打击俄内陆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升级，各位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看法。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